您好，我是韩国亚科医院院长的金英在博士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了解有关 SLAC 置入体的更多信息，从充值手术和修复猪到全口康复和活动意识。我开发 SLAC 置入体已有15年之久，我有大约15年的实际临床结果。然后我更新了，现在我正在用2种不同的系统进行植入，肌锁定系统和 Thorax 疗效系统。实际上呢，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植入物，您都需要一定的植入知识。所以呢，我要谈谈这些知识。当我们谈论知识时，我们有英语单词 knowledge， 然后我们有单词 realize。当我们拥有或多或少的正常知识时，我们称之为 realize。当我们拥有或多或少的正常知识时，我们称之为 knowledge。然后，当我们尝试了这样那样之后，终于了解它时，我们称之为 realize。所以，我要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讨论，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。今天的主题是 identification of implant treatment， 但归根结底，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确定植入治疗方法，以便成功植入。因此，我认为应该谈谈这个问题。我将把它分成5个不同的主题。我认为底线是将充值体固定在一个好位置、好方向上，而修复体的设计要和设计决定了充值体的寿命。当您植入充值体时，第一步实际上是将充值体固定在骨头上，对吗？然后还有一些程序来维护植入物。因此，第一个标题是骨正颌。我们说的是将植入物固定在骨头上，并对其进行维护。其次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植入手主要成功，要么失败。因此，我们通常将其分为4项：一个是成功，第2个是生存，这意味着它活下来了；第3个是失败中，表示您正在失败的过程中；第4个是失败，表示您已经失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：充值压和天然压有什么区别？因此，我们研究天然压和充值体在药盒设计或类似设计方面的区别。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充值体周围炎，这是充值体周围的骨溶解。然后您必须研究亚洲炎和充值体周围炎的不同之处，充值体周围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。因此，这些都是目前被视为重要的问题。然后，当您谈到这些植入物的寿命更长时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人们对此有很多误解。植入失败，首先是季节性失败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出现季节性失败，如螺丝松动或基态断裂，或基态周围的充值体断裂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植入物周围的骨头融化，植入物就会失效。这样的药盒负荷就会转移到充值体周围的骨质上。因此这些骨头可以保存解融化或硬化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。骨骼呢需要变得更强壮，长得更多，这样才能持久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讨论这个概念。最后，我们将讨论如何进行充值体的药盒。我们会想，我们能否制造一种更持久、功能性和美观的植入物？第一步是要认识到充值体药盒不仅仅是貌合的问题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这也与美观和功能有关。因为如果植入体的位置或方向良好，就会既美观又实用，对吗？就会既美观都和长期效果良好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植入物的位置和方向有问题，然后就是毁灭。我在想，
充质体周围盐不就是破坏的典型结果吗？我还认为，我们需要更加小心地对待置入物。所以，当您考虑到所有这些积极和小积因素时，第一步是将置入充质体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和方向，并将其置入骨内，对吗？您必须将充质体固定到骨头上，这就是手术阶段，大约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。当然，如果骨质不好，就必须等9个月。我有过等了1年的病例，即使在今天，我也有一个在上颌斗进行固移植并植入2颗充质体的病例，我至少要等6个月。如果骨头愈合的不是很好，我甚至让一些病人1、2年后再来就诊。这是一个蛮长的等待病例，然后植入通常是3个月或6个月，充质体就会连接到骨头上，然后是修复阶段。这通常需要1周到1个月的时间，但如果是全口康复或类似的手术，则需要1个月左右。这就是制作价值所需的时间。我曾遇到过花了近1个月或更长时间才留下印象的情况，然后实际台安装，然后是临时修复，然后是最终修复，然后我这样解释。最后我要解释的是，您知道，植入物已经植入，假体已经完成，但实际的骨骼复造期是未来1个月到1年，因此最关键的时间通常在1天到1周之间。如果负荷过重，植入物就会脱落。我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但如果没有骨架盒，在安装基台时充质体呢就会脱落。即使基台连接良好，如果骨不能承受最初的真骨负荷，也会在1周内脱落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，如果超过1个月，我就认为成功了。如果超过1个月，几乎90%的情况下都会持续5年或10年。因此，我通常是这样向患者解释的：骨结核将持续1年之久，因此要注意不要聚焦过硬的食物，不要在1年内造成过多的负担。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，但骨骼脆弱的患者或充质体脆弱的患者，他们进来时固定装置就会脱落。但至少您有借口谈论这件事，或者至少给他们一个理由，让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但如果出现问题，然后医生无法向病人解释清楚，那么问题就更大了。我认为您最终会与您的病人产生很多不良关系，您必须小心谨慎。所以说，这应该是一个医药和胃导向的后续行动，是合乎逻辑的。那么，获得骨架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骨质和骨量。有时骨量不够，有时骨质不够，因此这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大多数外科医生在开业后的前10年内都无法摆脱这种状况。您要学习固移植，学习 GBR， 学习压槽保存，学习所有这些知识。但我的经历有点偏负面，我并没有很多植骨失败的病例。从逻辑上讲，当您进行固移植时，您把一只骨放在某个缺损区域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它变成骨头呢？一只骨的必须被吸收，而来自您自身的心骨必须填充一只区域，这样植骨才能成功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它就像水泥一样。它现在被称为无功能骨，在我的病理中，它有一种类似水泥的感觉。因此，当我在上面施加功能时，质骨就溶解了。因此，很多人写 GBR 书，谈了很多不同的东西，但结果并不好。最近存活下来的植入物的典型系统是什么？几乎所有经久耐用的植入体
都是指植入有骨头的地方。有很多植入物在没有骨质的情况下进行了 GBR 或植骨，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，因为现在人们对 GBR 或故意支持怀疑态度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骨量和骨质，并进行精细的手术。其次呢是维护。因此，一旦骨结合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维护它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谈论的是要合和准确的修复。实际上，我说要合很重要，但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一直在努力做要合讲座。您们中有些人已经明白了，有些人还不明白，但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。如果您超载的牙齿超过了邻近的牙齿，您就有麻烦了。如果您知道那么多，说明您已经知道很多了。我希望您能多了解一点生物理学。归根结底，我认为正确的修复题、适当的功能符合设计以及良好的口腔卫生，才能保持骨架合。我们再来看看手术阶段，因为有一个修复阶段，有一个维护阶段，有所有这些事情。但如果您在做植入手术，您就会把重点放在手术阶段。我正好相反，我是从维护阶段的角度来进行植入手术的。我们称其为面向假体的植入物。在某些方面，我会将其描述唯一要和未导向的植入手术。对我个人而言，那么让我们再进一步。因此，如果您有骨质疏松，就做 GBR， 就做骨质增生，进行上颌窦提升组、拔牙齿槽提升组、牙槽肌分割、下颌神经复位，然后进行前掌层骨柱。有人称之为骨生成，有人称之为合成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但 GBR 是最常见的，成功率很高。然后是骨质增生，我想我们曾经做过很多块状骨之类的手术，我现在不经常这样做了。然后是上颌窦太高，这样就可以从侧面进行移植。然后在鼻窦下采用棘状方法，这就是所谓的我构提升组。我经常这样做，我也做过鼻窦提升组。我认为在把牙齿槽提升的失败的情况下，在需要进行大面积上颌窦骨移植的情况下，我认为上颌窦太高就更有优势。但我仍然经常做牙齿槽提升者，然后13级劈叉，我以前经常做，但现在做的不多了，因为骨头断了会很麻烦。我只在上颌前切牙上做了一点点。我现在做的是骨延伸，而且是在延伸和分裂的方向上进行的。下颌神经复位是下颌股骨两不足时经常要做的事情，但做了几次之后，我就不再做了。几乎100%的情况下，神经损伤会恶化。后来我意识到，最好是认识到神经损伤并将其冲之下去。我想我就是这么做的。于是我冲下了它，将近30年过去了，它依然茁壮成长。当然，这是个很长的问题，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有其好处。这就是 DO。我做过肌理分新陈骨柱，但我不再做了，因为创伤太大。如果骨头质量不好，我通常会大量使用骨头压实技术，我几乎每天都这样做。然后我会在重植体上呢使用生物活性表面或粗糙表面。因此，现在的 S-Lock 重植体是一个纳米表面。这款产品采用纳米 S-Lock 结构，这样呢似乎粘得更好一些。它疯狂地粘在一起。然后第3件事就是增加初始固定，因此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认为 S-Lock 重植体之所以现在效果如此之好，是因为第2个和第3个原因。重植体柱体非常活跃，重植体下侧的切割槽成为螺旋切割，从下往上的侧面切口，它设计的非常活跃。所以我在想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对我来说，
我可能会使用尽可能长或直径尽可能大的种子体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，那么在骨质交叉的情况下，几乎不可能获得适当的初始固定。因此，尤其是在前部区域，您希望将冲刺提案放在胸骨下。如果您将冲刺体放置在胸骨下，您就会进入取消骨，您就会上棘腓骨。取消骨为第三的情况并不少见，这比您想象的更常见。第三骨的数量很多，因此我们实际上必须在侧切压上放置一个直径为4/7毫米的宽冲刺体。如果您不安装这样的设备，您往往无法获得基本稳定。我们尽可能是用皮质骨固定，取消骨薄弱，但是在兜底或下颌骨的情况下，有下颌涉骨、下颌涉骨、涉骨前层的涉骨肌，然后是皮质骨，前压有鼻渊，然后是圈窝上的阴骨，然后是上颌底一前弯压。如果您仔细想想，您会发现在窦腔中。因此，我是用了这种方法，然后是上颌期。我在混合涵窦的后壁上是用了大量的皮质冲刺体。6号是难点。上海6号了很难，因为我是用了很多鹅毛，所以这有点困难，但有很多宽窦，您必须考虑一下。但我在上颌6安装了一个直径为8毫米的种子体，我还想安装一个9毫米冲刺体。最近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，特别是现在我们有很多蒙古人，因此韩国人的混合窦非常发达。如果不是用这颚骨固定装置，那么宽鼻窦病理就相当困难。我认为呢，研究一下这种集合形状会对您有帮助。窦的集合形状，这将有助于您植入冲刺体。下颌前凸通常需要植入冲刺牙，在上颌前不植入冲刺体问题不大，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唇和颚皮质骨。如果您的骨质输送或骨质交叉，无论如何，您都必须使用我所说的皮质骨猫骨。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从皮质骨中获得出是固定。在此之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来维持骨结合，有很多加载方法。渐进式加载等，我们几乎做了所有的临时修复。除了单颗冲刺体修复等，我们几乎什么都做，但我们也为单颗冲刺体进行渐进式加载，然后我们进行大量的延迟加载、渐进加载。如果您仔细想想，通过临时恢复，您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加载。随着最后修复工作的进行，加载难度会越来越大。您试图让他们上钩，而延迟装载就是把时间延长留到8个月。对于今天来就诊的病人，我让他等9个月左右。那么我情不自禁。其次是加载条件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之前提到的种植体，我想我是用了最长或最宽的种植体，大直径的，因为这些几乎从未失败过。但最近我听到一些品牌说，您不需要冲刺直径超过4.7毫米、长度超过8.5毫米的东西。我认为这不是真的，感觉不太对。我经历了太多的失败，他们都屁了。他们带着破损的冲刺体来就诊，出来后发现含有冲刺体周围炎。有这些问题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些。我是说，我这里的很多病人都是非常非常高大的人。今天有一位来自外省的病人，他是个老人，他80多岁了，孤身一人。当我问他为什么来时，我甚至没有先问他。病人说他来自某个地方，他是从外地来的。我问您怎么来的？他说我有个朋友大约10年前在您这里做了植牙手术。他的朋友还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看过牙医，所以他就来了。所以秘密在于，第一，我们没有减少冲刺体的数量，
我认为，一旦您减少了充质体的数量，您就已经损害了寿命、治疗效果和长期预后。然后我们尽可能使用最长、最粗的植物，然后把它们充植在一个好的位置和好的方向。因此，我认为位置和方向是最重要的。在我的病例中，举个例子，曾经有个病人说，他哥哥是亚裔。我问了他，您为什么不去那里？他说，我哥哥在美国。所以他哥哥说，用什么样的植入体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，他能将植入无放置在一个好位置、好方向上。这是他哥哥的建议，这是他哥哥告诉他的。因此，首先要确定位置，您必须有一个好的位置，其次是您必须有一个好的定位，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用线特征。如果您仔细想想，我们谈论审美、美学，我们谈论瓷器，我们谈论色调，我们谈论这个，但是川肯轮廓已经决定了这一点。因此，当我说美学和功能性植入体时，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植入在良好位置和方向上的假体。我不知道您在想什么。当然，阴影和形状很重要，但如果不掌握假体和重置体安放的基本知识，就是要也做不了。如果您看看现在失败的重置体，它们都是由于定位不当而产生大量宣笔的置入体，这些东西容易掉出来。如今您知道的，这些重置体就是为了方便置入而制造的，这些都是加在条件不佳的结果。因此，我尽量是用长而宽的材料，但那些只是用来置入的，但那些只是为了置入而置入的，那些只是为了落纹而置入的，那些只是为了尖头而置入的，都不利于延长寿命。从寿命的角度来看，它是站不住脚的。所以我在想，也许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归根结底，关键在牙冠充质体比例。如果骨头用完了，就把充质体放低，这将会延长牙冠的长度。因此，如果我不是用具有牢固基态连接的东西，最终基态会断裂，或者充质体会在该区域断裂。无论如何都会松动。然后您必须植入进可能长的植入物，这样即使牙冠充质体比率不佳，植入物也能持续使用。然后是传统故事，中心要和合片性运动物早产现象，平衡要和与颞下颌冠结合神经肌肉控制，颞下颌冠结合神经肌肉控制。然后输注因素也很重要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即使在老年患者中，我想我也没有见过太多因为骨质不好而导致骨结核的病例。实际上，在我所在的医院楼下，我是说，我在4楼，2楼有一个内科，我们有一个专门从事渗透系的内科，有一个专门从事血液透析的内科部门。因此，现在他们把许多极度虚弱的病人送到我们这里，但我还没见过因为骨头不好而无法置入假体的病例。我不认为有糖尿病或类似的病症，我不认为我曾真正感觉到过置入物无法坚持下去。我认为骨质疏松症患者也不会不坚持，但如今骨质疏松症患者需要服用大量药物，所以现在很可怕。现在的情况是双磷酸盐吗？当骨皮斯发生时，我认为骨质疏松症患者服用的药物就像矿物质沉积在松脂骨中一样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它会阻塞血管，因此血液供应量急剧下降，因此一旦感染，您就无法承受，所以您就会得骨皮斯，所以您得了骨髓炎，所以它很可怕。因此输注因素很重要，年龄或其他因素并不重要。他们说这是因为女性体内的荷尔蒙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总之，一般健康状况、性别，然后是年龄。
之后，环境因素很重要，而我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患者的药合理。如果您的药合理很强，您就放一个小一点的充值体，那么您就会遇到问题。因此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最后，药和协议对于维护非常重要，因此加载方向等问题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您必须把它充好，位置优约，方向正确。现在周向载荷很重要，消除大量水平盈利也很重要。所以我一直在讨论如何通过设测基中焊和加测基中焊来减少药合面。然后审描合概念，人们常说重新关系是对的，重新药合是对的，但实际上呢，有一个功能行为只是适合患者的。我们将在药合部分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。还有一些人主张相互保护的药合，有人主张减压引导。在进行减压充值时，他们会进行减压引导吗？减压充值，您可以试试吧。那您需要什么？您需要一个尽可能长、尽可能厚的充值体，这样才能保持全池的力量，对吗？但有一个有粗有长的充值体是不行的，只有配上一个非常结实有力的基态链接才有意义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国内几乎所有的置入物都是一种连接方式，因此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。因此，小组功能最终会持续更长时间。如果您仔细想想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一直主张的顺序之道，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。总之呢，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所以稍后我们讨论要何时我会解释这个问题。我前面提到的平衡焊和无噪产业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没有充值体周围炎，最后出现骨结和损失，这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的。总之呢，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这些问题。现在我将谈谈充值体的安装。我经常做拔牙齿槽提升者，这是一个 BioHorizon 充值体，是我早期使用的一种充值体。据称是卡尔密什制作的，但当我参观生物的平线的实际总部时，它几乎是由阿拉巴马大学材料科学的某个人设计的，而不是卡尔密什。他们借用了卡尔密什的名字，并做了大部分营销工作，而在韩国的结果非常糟糕，这种植入完全失败。韩国的情况非常糟糕，所有这些植入物都丢失了，即使只连接到这一段，也没有移动性。我认为欧公司是这样，我认为呢，几乎所有国内置入物都是这样，因此会出现眼翻的水平、固质流失。这种情况太可怕了，我为这位病人感到难过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很抱歉结果会是这样，但无论如何，去掉提取。再看鼻窦，还剩下一些骨头，因为我们之前通过鼻窦侧创进行了植骨。如果您看到这里，这就是我使用的 BioOSS， 还剩下不少。当您充值时，您会想，好吧，也许如果我是用颚骨逼墙外侧，我就会得到很好的固定。我想我们这里已经失去了颚骨，我想在这里也是用一点鼻腔的外侧。有些人考虑过在进行 GBR 的同时进行垂直鼓隆器，但这可能吗？您最好别这么做，您不应该这样做。所以，如果您看看这种情况的中肢体都集中在末端，情况很糟糕。这就是我们谈论寿命的原因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到10年的案件，都融化了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这里用了一个我们的教导，我们的 SLOG 就是植入手术套件中有一个哈气教导，使用哈气教导。我们想这样轻轻巧击，然后像这样讲七太奇，
然后将骨头抬起来。所以，如果您看一下，它是这样进去的。如果在不移出这里所有骨头的情况下向上推，您的骨头会被推到这里，薄膜将随之上升，最初的重植体将像这样从臂腔侧壁伸出。因此，第7号上颌骨比较简单，我们使用的是臂骨与额骨的外侧边界，我们使用的是边界的外侧壁。如果您看到了这里充满了血，我想这样拿着教导，骨头就像这样连在一起了。因此，如果您这样做，大多数时候都会出乎意料的轻松。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。很多病例都是这样。如果不能进行上颌斗手术，就不能进行那么多的置入手术。据我所知，大多数牙科诊所都不超过50个。我认为，大多数拥有50个以上重植体的医生，他们几乎总能以某种方式解决上颌的问题。因此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程序。我想这也是我最乐于使用它的原因。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这样做，因此，我认为它有它的优势。如果您观察一下，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对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您看一下，我是这样做时间化的。您可以看到，骨头保持得很好。这样一来，如果您不采用内眦赘皮提升着侧切法或开创技术来解决臂窦的不足，无论如何，您都不会增加置入物的数量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正在计算1个月要做多少手术。如果没有增加，我想这可能是您需要考虑的问题。20年前，我去了瑞士，我们在口腔外科所做的工作是我们为上颌骨畸形的患者做 DO。在瑞士，我们也经常这样做。瑞士的奥布韦戈瑟教授和其他人会在上颌骨上做一个镂绑骨折，然后呢，把1颗螺丝钉放进去，再慢慢把它拔出来。然后呢，他们会说：“那您为什么不切开上颌骨，自己移动呢？”因此，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，即慢慢拔出并诱导骨质增生，这就是他们最终在植入方面所做的工作。因此，这款产品一度非常畅销，因为我们会遇到很多棘手的病人。这里就有一位因为外伤而失去了全部前上颌骨的病人，这样的病例不在少数。所以您无能为力。现在那么，我们使用的是马丁公司的，当时我们还没有锥形束 CT、CBCT， 所以我想我们用的是这种医用 CT。如您所见，这里的下颌顾客图也断裂了。我要把它剪短，像这样从外面重新接上，然后像这样把它放进去。如果您看这上面那个，也有可状突骨折。这被称为南博士的技术，在韩国曾使用过一段时间，但后来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。刻图将会溶解，这很可能也会溶解臼齿，所以他们似乎不再这样做了。这些都是韩国曾经使用过的方法。反正他没有前下颌，所以就有点像这样。于是我想他解释说，让我们试试前杖承固主。于是我说，让我们试试这个。于是我把它准备好，现在我要用微距像这样切割它。我认为这是马的，有点旧了。我想他们应该还有一些存活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还是挺贵的。它很贵，但不管怎样，您想这样连接，然后像这样缝合，然后转动这个，它就会在这里打开，就像这样裂开了。然后现在它在点击，我现在忘了，但有一个协议，其中有一段时间您每天转动1/4圈或什么的，但它只是慢慢点击，我是过了，所以我每个3天左右就转动一次，
间隙就会是这样，所以它才有这么多骨头。所以我做了这个，然后这是螺丝刀，每转一圈增加半毫米。我想您可以每周转动一次。于是我把它变成了这样，经常这样，所以才会想个这么远。因此呢，我将其移除。现在再看，原本有点薄弱的压槽骨后呢，都并没有改变，不会增加，只是长度增加了而已。这是我当时能做的，也是我现在能做的。我做过不少，我想我做过一些。无论如何，我最后还是做了骨扩张，因为我这里没有任何厚度。于是我用这样的膨胀灶，像这样敲打它，然后呢，装上充质体。我当时没有减少技术。这个病人现在没有复诊，但他已经随访了大约10年。这是百里宫植入物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认为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。这样您就可以缝合它，之后再做假体。而且我认为百里宫植入物的寿命更长。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这样。看起来就是这样。很抱歉，这个还等片有点糟糕。当时只有模拟全景照片，没有数字全景照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分散的这么开。我现在做不到，我会把它冲得更深一些。现在这样做有点困难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以前经常使用快骨。卡尔密是曾经喜欢块状骨，我也曾经非常喜欢块状骨，但后来我意识到，无论是否是用骨，置入物都更为重要。我仍在对这名患者进行随访，他和我在一起快25年了，我跟踪他很久了。就这样，没有骨头。事实上，这令人不安。所以现在切口，我想我当时是想在某些方面有所作为，所以我在做切口设计。现在我做的更简单一些。您知道，小姐姐一侧，当时我有一把凿子，我会用它把骨头凿下来，然后它就会掉下来。现在我钻一个洞，然后我想这样置入骨骼，再在旁边置入假体，然后缝合，再想这样做块骨移植，然后立即加载。我做了很多立即加载。即使是现在，如果别无选择，我也会立即加载。但有一个立即加载的条件，您必须有一个好的植入物，很难进行初始固定不佳的植入手术。因此，有一些条件，比如必须有良好的植入设计、宽充肢体和长充肢体悬挂等。因此，如果满足这些条件，我们有时会立即加载。然后呢，登上3个月，再打开一看，就像这样，然后这个拧开，然后就转空，然后再拧，然后再转。所以我有等了3个月，然后去了一个阴模。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进行压体预备，因此我们会进行全口中间。然后我经常使用了哥特式宫口内瞄技法，因为如果没有全口康复，您的治疗就会非常有限。于是我采用了冲印法，把模型装上去，然后像这样描摹，结果就干净了。前图、侧方，这一切都很好，所以捏下颌关节没有问题。因此，我将从椎里取出咬合注册，然后进行模型安装，然后我制作假牙。总之，我很努力。
我努力工作，这就是吸引病人的地方，这也是他们至今仍在跟进的原因。他们真的无处可去，因为案件越来越大。从病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会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不会去其他地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喜欢金属药盒，现在也喜欢。如果病人说他没有煤关上的问题，我就做金属的，我做金的，或者我经常做金属的。我是说，我在一个工业去开了这家牙科诊所，所以当我说金属时，有很多人都会说金属，因为有什么喝不高，金属的适用寿命最长。我其实更喜欢金属，而不是金。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，然后这是用钛制成的假牙。我们过去曾铸造过钛金属，我想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，因为它很轻巧。因此，我曾经非常喜欢这样的金药盒或金属药盒。然后知道就好了，这并不重要。然后在口腔中拍照，就像这样，蓝色代表片性接触，红色代表重心接触。您知道，天然牙齿有很多这样的磨好面。现在我们需要在药盒上创建一个磨损面，我给它设计了一个凹槽，并使其具有多个点。原来的牙齿磨损了，对吗？但是如果将磨损面原封不动地反映出来，它就会超负荷。所以我认为我是通过减少药盒面积，但形成多点的凹槽或裂缝来制作它的。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它还不错。当时的全景 X 射线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拍了很多视张标准 X 光片，我还做了很多睡房之类的工作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现在这里有不少亚洲眼，对吗？他几乎都做置入体了，而且我很遗憾地说，很多 BioHorizon 植入物在这里都不见了，太可怕了。因此，我们将它们全部害成了 S-Log 置入体。总之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，这就是我所做的。我会告诉您下颌神经复位的情况。我现在不想做这个手术，这有点可怕。但在当时呢，我认为这是规定。就像这样，病人来的时候呢，在某个地方冲了一颗，于是他问我能不能置入假体。如果您看看照片，就会发现一切都消失了。于是我说没问题，我说我要做下颌神经复位，您可能会失去知觉。如果您没问题，我可以做。她是个年轻女人，所以她说她不想做举步一迟，我就同意做了。现在很简单，切口和前拉后可以看到海空，把后面的这里和这里切掉，像这样。海空后面的神经枢是这样的，下颌下神经、动脉，这就是包含所有这些的神经枢。现在我们要用丝线做手绘，然后我就能看到它了，这样我就能避开它并置入假体。所以我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这个也是。然后几乎100%的情况下，它的神经会受伤。所以有一种感觉，您不应该这样做。我想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，但现在有一些人像这样的病人，所以我想，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做？有些人之所以植入重植体，是因为我告诉患者，不植入重植体也会造成神经损伤，植入重植体也会造成神经损伤。我在这里使用了 Sterios 置入体，我把后面的拿掉，把长的那个放进去。我跟进了它大概20年。
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但他住得很远，所以我一直跟进了他。后来他就不再来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发生了什么事。这是 Stereos 置入题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置入题，它的基态连接更加牢固，所以我认为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。这就是最终的假牙了。您知道，我们经常谈论附着的牙坑，肌肉附在这里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进行置骨手术，这儿就会全部消失。因此，现在不能再有肌肉附着的地方附着牙坑，所以多数情况下，人们会在那里放一些东西，以创建一个附着牙坑区。他们在做 CT 移植，他们在做这个。我认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败了，做不到，会留下疤痕组织，但除此之外没有。附着坑区附着在哪里？它附着在牙槽骨上，因此牙齿脱落，牙槽骨消失。所以，如果您真的去看它，没有附着的牙坑区。您知道，牙周病医生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，他们一直在细声细气地告诉我，如果我不做，我就没有资格做。所以我被气昏了头，于是我做了一些事情，但实际上，这是最痛苦的手术，这是失败率最高的手术，所以我应付不来。老实跟您说，我也做不到。尽管我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口腔外科医生，但我还是应付不来。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。他们说你应该有这个，当然有了它真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法创建附着坑区。我说试着做一个这样的案例，他们做不到，永远做不到。不过这个已经持续了20多年，有了它，当然情况会更好，但根据常识内情况不应该是这样。所以这就像做一个研究。所以现在我可以想这样缝合，而且这种引导有点像圈内引导之类的。总之，这就是它的结局，这就是最终的 X 光片。我想它被保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因此后续工作相当漫长。因此，我认为呢，这是10年前的事了。我想这是当时拍摄的，没有固留时。我认为呢，最重要的是用长的重置体，而且基台连接要牢固。即使是现在，如果您让我做一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植物体，我也会考虑它的大小，然后是良好的位置和方向，然后是牢固的基台连接。据我所知，如果能够很好的满足这些条件，重置体的使用寿命肯定会很长。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获得和维持骨结合的问题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。从长远来看，这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。有些人谈论他们的成功率，我听过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，几乎就像您知道，就是那些讲课的人。如果您听名演讲，他们有2种人，有一类人说自己的成功率低到令人尴尬的地步，还有一类人则说自己从未失败过。我不知道那个是对的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。但是如果您在 Brain Mark 置入组中进行长期研究，您知道10年随访，上颌骨的成功率在80到90之间，下颌骨的成功率在90左右，在 Brain Mark 置入组中。但奇怪的是，您知道韩国人，韩国国内置入体，据说他们的成功率高达99.7几百分。所以我不知道那句话是真的，是他们不知羞耻还是什么。
那些在大学里的人，那些经常学习的人，那些经常做研究的人，他们都很诚实。他们说，植入体的长期成功率约为90%，初期成功率约为6%。还有著名的植入公司，比如 ITI 或 Nobel Biocare 或上癌或其他公司，这些公司大多不会告诉您他们的植入成功率超过600分。但有些植入物还是有点问题。那些不自重的人，他们会说成功率高达99.9%。即使是我们的 S-Log 重置体，即使是纳米 SLA 表面，有很多情况下，患者的固质实际上很差。所以我不知道长期效果如何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700分就是800分的长期成功率。但当我听到其他大公司的成功率时，我几乎会想，我是不是说错了？出于某种原因，谈论过高的成功率已成为一种趋势。如果您说的是过高的成功率，您不必担心植入体的问题。如果只是用这些植入物，成功率将达到99%，几乎是100%。所以您可以随意植入吗？您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。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话，但大家都这么说，我真的很难理解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您思考自己的成功和失败，您就会更了解自己，对吗？您说它总是粘在一起。您之前使用的植入物品牌，他们说几乎是100%的，有道理吗？这没有道理。他们说这总是会成功的。然后，如果它掉出来了，他们怎么告诉您？它掉出来是因为您不够好，就像说脏话一样，这没有道理。所以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，如果您思考成功和失败，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清晰。因此，骨正和实际上就是骨腔质。但有句话说这是错误的，因为骨架和说的是骨骼辐照。仔细想想，金属和骨头是不同的，没有一种材料粘在一起的概念，中间必须有粘合剂。如果您经常研究植入物，您就会经常谈论粘合剂。他们说，我希望有一种能粘住骨头的植入物粘合剂，因此我曾一度考虑在植入物表面添加大量生物活性基质，而这归根结底是骨质因素。我打算用骨形态发生蛋白来制造骨骼，但同样，骨头和植入物不会粘合，这是亲密接触。这是帕斯卡表面张力原理吧？您看，您会发现，如果在玻璃板之间放水，就无法把它取下来。其实并不是粘在一起，这是一种亲密接触着，因此表面完全压在一起。如果你想把它拉下来，由于真空里的作用，它是拉不下来的，对吗？所以植入物也是一样的，钛如何附着在骨头上？不能。因此，如果骨头非常靠近钛金属表面，没有缝隙，它就不会脱落。松脂体的钛金属表面如何？它有螺丝、螺纹和骨骼。如果是 SLA，就会有微孔。因此，如果用砂纸打磨，就会出现一些微密集的不规则现象。当然，宏观层面呢，最终是螺纹。然后，如果您对 SLA 进行打磨，就会得到微观层面。然后是纳米结构，比如我们的 S-Lock 植入物就是一种纳米结构，纳米级的不规则性。然后您的骨头生长在很近的地方，所以当你们亲密接触时，它不会自己掉下来。我是这么描述它的。但如果您认为骨架核会在分子水平上附着某些东西，那您就大错特错了。您不能这么想。因此，骨腔质的概念其实并不那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亲密接触。
而亲密接触、滑动和脱落的情况呢，就是加载条件问题。如果植入无所受的力量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植入物不会掉出去。这是工人的智慧，这就是目前的理解。最近呢，一些人测量到的植入体和植入体周围骨的转换路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您定期服用四环素，它不是标记到骨上吗？他们测量到它，无论重置体周围的骨转换路如何，它都能保持不变，就是旧骨流失、新骨生成的意思。因此，如果这个周期过快，骨骼就会出现病理性骨折。因此，有些人对此进行了测量。因此，我们对骨不连或骨结合的理解是骨头保持在一起。但是，如果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骨骼的话，就骨吸收和新骨形成的过程就是不断以新骨取代旧骨的过程。所以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，骨强制就说不通了。这怎么说得通？骨骼强制没有道理。因此，故事的结局是我们从加载条件的角度证明了骨中间。因为在骨转换路的过程中，骨骼在不断生成，又不断被新的骨骼取代。因此，我建议尽可能使用最大、最长的重置体。因此，宏观、穿线、微观、大模、活算处理，您知道，创建这些结构的纳米表面。这样呢，亲密接触的植入体就能承受载荷条件，从而将长植入体的使用寿命，而不能承受载荷条件的植入体使用寿命就会缩短。您知道，有些种植体螺纹非常锋利，这更糟糕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为了保持这些螺纹的锋利，它们大多是用无机态，因此它们使用4级货物级，而我认为 Nobel Biocare 或类似产品使用的是3级，早期为1级，它升到2级，然后升到3级，现在4级是纯钛，5级是异锒，所以它是一种钛合金。因此，如果您想制作非常锋利的重置体螺纹，您别无选择，只能使用无级螺纹，否则它只会断裂和弯曲。第5级中含有10%的重金属。你们有铝和铍示范吗？总之，它含有那些重金属，所以实际上粘的不是很牢。因此，它对细胞有害，是有毒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随着骨骼不断再生，它们会受到钛这种材料的某种影响。因此，我知道使用无机植入体的初始成功率在90左右。有人生成更高，他们说的是91、92、4级是96、97左右。根据不同的公司，他们会提高到98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。最终，如果没有良好的加载条件，骨骼的再生就会受到一些干扰，它们就这样消失了。我所说的美感是指骨骼得到了保养。最近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故事，因为我们非常重视牙周病学。因为如果您有复照牙啃去，您想想，这不是一种审美吗？拥有复照啃去需要那些条件。您需要骨头。我们经常谈论的有3件事：白色审美、红色审美和粉色审美。白色审美假牙非常美观，您分不清那可是牙齿，那可是植入体。粉色审美呢，是指牙周组织；黄色审美是指骨骼。所以说到底，如果您逆向思维，如果您没有黄色审美，您就没有粉色审美，它不可能存在。但一般的说法恰恰相反，如果进行辐射啃移植或进行接地组织移植，听起来就像是保留了骨头。但如果在没有骨头的地方进行移植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会形成牙周带。一方面，人们做手术清除牙周带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制造牙周带，并试图在其中做些什么。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。
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是以什么逻辑实现的，但天然牙齿在肌里消除牙周袋，而重植体则在肌里制造牙周袋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这让我有点沮丧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审美问题也取决于保留了多少骨头，因此审美的已保留，对吧？您可以看到牙间隙重植体坚固的形状很好，因此如何制作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首先呢，您必须将植入提防止在良好的位置和方向上。然后呢，您必须制作一个良好的假牙。然后呢，您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基态连接。没有其他办法。这是一颗侧切牙，这里也一样。这就是审美。传肯轮廓良好，充值良好，是这样充值的。这里有块状骨缺损，所以我做了块状骨移植，然后我将重植体放置在一个好的位置和方向上，假牙整齐，但任何具有微动性的基态连接都会直接融化到第一根螺纹。这就是经常使用带有锁定锥形基态连接的 Thorax Patchmla 或 S-Log 重植体的原因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能保留植入无周围的骨质，就会很审美。我所说的审美呢，就是只将重植体安装在一个好的位置和方向上。我们说了很多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说的是形状服从功能。从字面上看，形状服从功能，审美最重要服从功能，所以这是一种功能性审美。您不能说，因为我们做了些牙周手术，制作了牙坑，所以很审美。假牙就会因为颜色漂亮而变得审美，这种说法有点夸张。因此，最好您要把重植体放在一个好地方、好方位，并使其功能形状。它还在治疗。12颗假牙，上含6颗牙齿，这是一个 Brain Mark 重植体。这些重植体已有29年的历史，距重植已经30年。我想那是一个金基台，它太古老了。这就是金基台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还没有松动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座，我想有一位教授叫 Ramf Jort。我听了一趟亚洲病讲座，他是同一所大学的亚洲病学教授。他说他是这样做的，于是我就是聊一下。这次重植持续了30年，我记得它持续了28、29年。我曾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，但在当时植入体非常昂贵。我做了这个，我是个菜鸟，我种错了，这就是我出的。当您这样一动手玩时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植入时应该像这样用手臂动作植入，但如果用手玩动作植入，就会像这样。直径是多少？375毫米。我冲了一颗最长的，那一刻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因为用了长的，因为位置和方向有点不对，所以不好看。这一刻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。这是最近跟进结果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做的，我是这样做的。我把它这样竖起来，一边进行微生钻空，然后让他们使用压尖刷，再用金药盒。总之，这个已经用了25或30年了，病人非常喜欢。下次我会给您看另一个病例，因为这一侧要植入假牙，另一侧也要植入。我是这样做的。事实上，我最近去过中国，中国牙医告诉我呢，植入体的寿命并不长。我猜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。实际上，以 Astra 连接为例，它是一种古老的基态连接方式。现在，我们国内的重植体公司基本都采用了这种连接方式。这种大约5年后开始松动。据我所知，10年后是100%比
会松动或断裂。我想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的。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好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置入在这么好的位置，这么好的方向，所以这是更严重的问题。他们现在对我说的是，如果您有一个可靠的加压协议，您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。这其实很简单，您必须把置入体放在一个好的位置、好的方向上，然后呢，充置一些尽可能大而厚的植物，然后基台连接应该要牢固。但历史上有一次连接失败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韩国这样只用一种连接。因此，主要公司有3种不同的基台连接方式，它们甚至有4个。我们 S-LOC 充值体大概有5种不同的基台连接方式，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减少基台连接的数量，因为我们的产品库存快用完了，医生也是如此。但从审美和功能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减少基台连接的数量。这位病人的年龄也不小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我还记得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，我想他收取了 EXMO 和原一次的置入费用。他来咨询时看起来并不富裕，于是我问他，他说他牙不好，所以省吃俭用。他就是这样进来的。我觉得他可能死了，因为我不可能不跟进，因为这些治疗费用昂贵。他进行了髂骨移植，并置入了上颌骨假牙。他为上颌骨做了髂骨移植手术，这是一个焦躁的病例。无论如何，大多数鼓掌都会在1周到1个月内发生。如果是毛合谷在，这个肯定会掉出来。如果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，就会持续5到10年。但现在您又有了1年的骨整合期，您需要告诉您的病人要小心。那可是很多人呢。你知道，首先是忧郁，然后是超斗士。我们怎么称呼韩国的人？韩国人，我认为这什么牙症的国度，那些人有很多，所以您必须小心谨慎。他们说，这种功能性负荷可以持续1个月到1年，而且骨结核会继续增强。当它变得病态糟糕时，您就会转向这个。最大的问题是关骨丢失，充质体周围岩是个问题，这也是失败的原因。所以，如果您看看这个，它很严重。他给了我很多治疗费，那是早期，好像我想他收取了 EXMO 和原一次的置入费用。这是个相当昂贵的植入体，但他来的时候呢，就想这样了。但他毫无怨言。他说，他每天吃1条鱿鱼，从不间断。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黑豆，他经常炒着吃。他长得又高又健康。最近，他的儿子也接受了我的治疗。他还带着妻子来找我。不管怎样，事情很严重。所以他就要求我再做一次。于是我把它放了进去，又把它拿了出来。实际上，这里的情况更糟。您看这里，几乎做不到。这里几乎就是这样。但我们并不担心，因为病人很健康。因此，我们植入了假牙，并希望骨骼能够自然愈合。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了，不仅在韩国，在中国也有很多患者骨质流失严重的病例。我不担心，因为如果您看这里，从这里到这里有一条线，从这里到这里都会有一块骨头，这里也一样，您会无条件的得到骨头。您要做的就是等待。途中，其中一颗因为没有骨结核而脱落了，那是误击，所以当时没有坚持下来，不是现在。所以我把它们都冲下了，这超出了常识。
现在很多人都说要做植骨，我不做植骨手术。如果您做植骨，问题就更大了。您不必为之孤儿大费周章，您再等等，骨头就会添得更慢，它只是出现的更多了。因此，您要对它进行修复，然后在另一侧做同样的事情。您等待重植，等待，您等待，骨头会再次填满。您一看，它已经满了，对吗？然后我再冲下一个重植体，像这样冲下，然后等待，它就有填满了。在这里也得到了保持。现在很多人问我，他们会问，骨头是怎么长出来的？您对植入体做了什么特殊处理吗？它就应该填满。正常情况下，只要我不碍事，如果这里装的是局部义齿，就快完成了。这里有一个锁定锥，您这里有一个落定性植入体，这里有微小的活动度，那它不会填满，不可能。基态链接结构没有活动性，所以这才是最有效的。所以您有成功，生存就是没有效的东西，然后失败中失败，这些该怎么称呼？这是失败，这是失败中，这也是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您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，然后与病人交谈，植入装置正在失效，如果继续发炎，就必须取出来，再做一次植入手术。病人非常沮丧，那我会说别担心，我会再做一个，因为这个旧的植入物现在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，但你已经用了大约10年了。2002年，这病人来找我，他是我们目前牙科诊所的第5号病人。而2002年在韩国举办世界杯时，我把医院搬到了这里，所以现在他已经用了10多年，病人也不会抱怨了。但第2次重置时，我要确保它是好的。他是做建筑工作的，有的是钱，所以这不是费用的问题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我能否在后面完成这项工作的问题。于是，我们去除了其他有问题的植入体，并重新进行了植入。现在他已经没事了。其实这样的病人有很多，不仅在韩国，在中国也是如此，真是难以置信，太多了。有一些患者因为重置体周围炎导致骨质溶解而前来就诊，我都会采用自然骨愈合法进行治疗。我有很多这样的案例，所以我们最终不可能都成功。您会失败，而在失败的过程中，您必须考虑如何处理药盒等问题。手术失败与药盒失败，这是什么？您装了假牙，已经1个多月了，对吧？仔细想想，这不是手术失败，都是药盒失败造成的。仔细想想，手术是不会出错的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说的是手术出了问题。安装假牙已经1个多月了，怎么会是手术失败呢？问题出在这里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它的位置和方向不对，而您有试图通过定制基态来强迫它，那么您对错误的手术负责。但如果它的位置和方向都很好，那就想一下吧。即使是超过10年的老牙，如果脱落，也是要核方面的故障，而不是手术方面的故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实际上是植入设计的失败。这是 BioHorizon， 所以是卡尔密室制作的。不，抱歉，在韩国它被称为 BioHorizon， 但在美国它被称为 Maestro。这个植入物真的很糟糕，因为这是无极。这是无极，螺纹和落定骨之间的空隙很小，而且是渗漏稳固。
我告诉过您，这些东西会怎么样？这些线是尖的，如果您按下它，骨头将永远无法固定，坚持不下去了。因此，这一系列的置入体都失败了。最初也有 TPS 植入物 TPS， 当它开始脱落时，感染是巨大的。SLA 也厉害，您看到了感染，太可怕了。花脓、肿胀、发臭，您负担不起。因此，这种情况属于置入体设计失败。因此，这不是手术失败，而是植入体本身的失败，然后是磨合问题。这就是需要做出的区分。我们最近经常谈论这个问题。估计流失是指骨质自伤而下流失。因此，如果骨肌开始融化，它最终会继续沿着冲植体的表面向下移动。这就是目前报道较多的内容。因此，实际上，基态连接问题和设计问题对冲植体的成败有着重大影响。我们的重点是基态连接设计和冲植体设计，因为呢，这是保持估计水平的最重要部分。因此，归根结底，如果您认真思考一下，这并不是材料问题。5级仍然很糟糕，但大多数公司使用的是4级或3级。再想想吧，只有美国、德国和中国拥有生产钛的公司。我猜您必须有一个熔铝来重新融化钛。我很少使用中国产品，几乎使用的钛来自美国废弃堡的Carpenter 公司的产品，还有业用德国 Zepp 公司的钛，所以材料没有大意义。我的意思是，材料是一样的，而表面处理是 SLA 或 HA。接下来您能做什么？基态连接设计和宏观设计。我认为呢，这是决定植入无特性和结果的最重要因素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现在几乎都在关注宏观设计。因此，我认为您使用可以预防冲植体周围炎的冲植体设计是正确的。如果它就这样融化了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。我也为他感到难过。他是一名老师。您知道岁月号沉船事件吗？他是被杀害的老师之一，大概还有6个人的尸体没有找到。我想有5、6个吧，他是其中之一。他是个好人，他的性格也很好。他融化了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。真可悲。您看，都融化了。某个宗教组织植入了错误的植入体。有些人来找我时，身上的植入体是他们吃开宗教时植入的，他们甚至无法说出自己的抱怨。我记得我把它全部拔出来，做了一个新的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劈了。植入体太弱，我甚至说不出话来。就像这样来了，它破碎了，它消失了。这个还在，这个全劈了。然后他剩下的牙齿也开始腐烂。然后他进来时，一颗螺丝松了。我想这是31只入物，他是从外地来的。我甚至不记得他拧进了多少次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最终放弃了我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地方，我们称之为学校，他红犯了法律。我想他坐过牢。他一出来就很生气，说什么螺丝松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因此，您会出现咬合复合过中，最终导致纤维结合，而导致继发感染。由于继发感染，您的骨骼会再次受到破坏。我们知道，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恶性循环，这也是我们谈论植入失败的原因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。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。
基态螺丝松动，骨头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它会溶解，这个也一样，都融化了。基态螺丝松动，这是 brain mark 植入体，骨头都融化了。纤维性结合，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。骨肌流失，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。我记得这个人，这是我的一个病人。这个人的情况是，我在台坡的骨质中植入了较厚的充质体，这是道人，而且我放了一个厚的。我太贪心了。然后他也是我的病人，我放了10格，结果掉了9格，令人沮丧。这是 BioHorizon 植入体，在我看来，这是植入设计的失败。然后您再看看所有这些其他案例，我冲下了它，它又掉了出来，我又冲下了它。我想是因为第7个和第8个。于是我说，我们把8号取出来，重新植入。我免费做了这件事，就这样，他用了将近15年。因为他在附近的市政厅工作，所以我很清楚他是谁。我拔掉了8号对焊牙齿，毕竟是要合。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他就是要也不说了，然后我继续跟进。最终我不得不考虑第2末鸭胆克虫植体，然后是第3末鸭胆克虫植体。如果要和面凹凸不平，它的适用寿命就不长。如果鳞牙有活动度，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。所以我认为，归根结底，如果您思考一下成功和失败，您可以了解如何使自己的植入更成功。您要将植入体放置在良好的位置和方向上，然后呢，注意要和协议。之后，牢固、微观无移动的基态连接很重要，宏观设计也很重要。然后是表面，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干净的表面。也许 SLA 或 SLA 纳米表面会有一点优势，我认为是这个概念。除此之外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我们尽可能的不进行桎梏，而是有刀骨的自然愈合。我认为呢，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。除此之外呢，别无其他。我想这就是我能够提高植入成功率的原因所在。我认为这就是病人不断前来就诊的原因，他们喜欢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我今天做了很多植入手术，昨天我也做了很多工作，我们的病人还是越来越多。我认为我们在去年年底出现了放缓，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并不好。中秋节前后的情况非常极端，我认为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做得很好。我想我今后必须做得更好，因为我的病人越来越多。我就是这样意识到这些事情的，因为我研究了自己，并做了很长时间的植入，因此我想把这一认识传达给大家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非常感谢。